楼道里出现巨大蛇皮，我在物业群里提醒邻居们小心，关好门窗。蛇能吞下比它大几倍的东西，这条蛇很大，蜕完皮马上就会寻找食物。邻居们都不以为然，都嘲笑我胆小。物业立刻跟上回应，本楼无蛇，某些住户不要危言耸听了。思思，那现在走廊里的是什么？小区保洁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发现楼里出现一条巨大蛇皮。开始大家都觉得是什么恶作剧，蛇皮肯定是假的，高档公寓怎么会跑进来蛇？但我小时候跟爷爷在山里生活过，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明显是蛇蜕下的新鲜皮。这条蛇现在的体型一定比以前还大，就赶紧在群里提醒大家，关好门窗，蛇能吞下比它大几倍的东西。这条蛇很大，蜕完皮马上就会寻找食物。结果收到大批嘲笑，无非是觉得我们这里远离郊区，地处市中心。如果真的有蛇，早就被人发现了。606的宝妈，908，你少危言耸听，别吓人了，我们这又不是农村，哪来的蛇？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但如果是有人专门饲养的呢？毕竟养蛇当宠物的人比比皆是，这并不奇怪。我还是忍不住继续在群里发言，或许是有人在家里养的，大家还是多加小心。清一色一排的蛇类表情包刷屏，大家都不以为然，只有707的住户有所警惕，要是真养了那么大的蛇，它的主人可能已经被吞了吧。此话一出，群里很快寂静，物业主动出来安抚，让大家不用担心，还阴阳怪气，本楼无蛇，某些住户不要危言耸听。正好外卖到了，我准备开门去拿，外面传来一声惨叫，外卖员的电话打不通了。本能让我不敢开门，过了一会儿，我透过猫眼好像看到了一只脚慢慢消失在视线范围里，凑近贴到门上，听见了清晰的响声。嘶嘶，没蛇，那现在走廊里的是什么？外卖员很有可能凶多吉少了，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快速击倒一个正常男性，这条蛇绝对含有剧毒。我赶紧拨打消防电话，并且在业主群里告诉他们，在专业人士赶到之前千万不要出门。1008住户调侃我，这是新型什么恶作剧吗？说不定外卖员在跟你开玩笑呢。707住户不让出门，我一会还要去拿快递呢。606的宝妈也附和，我们家宝宝每天都要带下去晒太阳的呀。良言难劝，该死的狗！我管不了别人，出了事他们只能后果自负。锁紧门窗，等待专业人士，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。我突然想起，再过2小时闺蜜李若一要来我家，我赶紧给她打视频，叫她先别过来了。结果一接通，李若一嬉皮笑脸地告诉我，给你个惊喜，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，还不快出来迎接我？别上来，别进楼有蛇。视频画面突然卡住了，从背景看李若一此刻已经进到电梯里，手机没信号，所以网络直接中断了，只要原路返回，不出电梯就行。我赶紧给她发消息，祈祷她别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刚才还轻松愉快的业主群突然炸开了锅。物业的监控显示，确实有一条大蛇在公寓里游走。物业立马改变了事不关己的态度，出了通知，让住户们都不要出门，并在群里询问有没有人家养蛇，骂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无人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蛇是野生的，它的攻击性就更强了，也不知道专业人士到底能不能抓到这条蛇。闺蜜终于回了消息，我就要到9楼了，赶紧出门帮我提东西。看来我发的消息延迟了，她还没看到。她的对话框一直处于正在输入，突然外面传来敲门声，会是她吗？依依，是你吗？我边靠近玄关边冲外面喊，对方不回答，还是在一个劲的敲门，越敲越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他。李若一突然打电话过来，我接起来，她在那头气喘吁吁，吓死我了。还好我听到你的语音，赶紧把电梯关了跑出来了，那门外的就不是她。我怀着忐忑的心走过去，透过猫眼发现是住我对门的小姑娘，她嘴唇发紫，紧张的左顾右盼，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对她印象还不错。10几分钟前她还在群里发消息，怎么这会儿跑到外面来了？救救我，我的钥匙落在家里了。她突然喊起来，更大力的捶门，整个楼道里都是她的声音。小姑娘叫得凄厉，我动了恻隐之心，即将要开门的时候，听见了她求饶的声音，别咬我，我再去给你找新的食物，不要，嘶嘶。然后又是一片寂静，我没有勇气再去看猫眼，可以想象场面的惨烈。冷静下来，我突然意识到对门的女孩是想我喂饱蛇，然后让蛇放过她。刚才如果我开门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就成了蛇口亡魂。可这蛇都已经咬了一个外卖员，怎么还会四处觅食？难道这楼里不只有一条蛇？我将门外的情况告知物业，让物业马上调监控，确认蛇的位置。住户们都在闹，让物业赶紧把蛇抓走。物业也无能为力，现在情况不明，无法派人进入我们这栋楼，只能等着专业人士过来。物业那边给了回复，刚才还出现在监控的蛇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们竟然查遍了监控都没有找到这条蛇的踪迹。有人就大胆猜测，这条蛇是不是成精了呀？还会躲监控？群里炸开了锅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条蛇是不是有人在养？怎么感觉对每个楼层都那么熟悉？我也猜测是有人把它藏起来了，不让人找到。
606宝妈突然莫名其妙把责任怪在我身上，是不是908养的？贼喊捉贼呢？好心提醒他们，换来的恶意揣测，我选择闭嘴。接着物业又发来退下的蛇皮，让大家确认是不是自己家养的宠物蛇跑出来了。我放大图片后发现，这跟第一次我见到的蛇皮乍一看相同，实际上花纹完全不同，证实了我之前的推测，这楼里不只有一条蛇，甚至这条蛇退下的蛇皮更大。还在犹豫是否要把这件事告诉物业的时候，群里发消息说蛇抓到了。我看到物业反馈的抓蛇视频，这很明显，视频里的蛇压根就不可能退下这2张巨大蛇皮。住户们现在却开始庆祝了，纷纷给物业发大拇指的表情包，夸赞他们办事效率高。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，毕竟还要在这里住下去，现在戳穿物业的谎言，可能会被物业针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刚才打定主意不再多管闲事了，理智战胜情绪，我还是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他们。物业第一个跳出来说我胡说八道，一口咬定蛇他们已经抓到了。物业经理甚至直接打电话过来，我接通以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，还不惜恐吓我，你们这些住户就会给我们添麻烦，我警告你，要是还想继续在这里好好住下去，你就闭嘴，以防万一。我全程录音。群里分成了2派，一派认为我说的有道理，主张不要轻举妄动，另一派相信物业已经准备正常进出公寓。我还提醒了李若一，让他赶紧回家，别凑在楼下，他这个人最喜欢看热闹，我怕他一个不留神被蛇咬了。但是从20分钟前他给我发最后一个收到的表情包开始，他就没有再回我任何消息。我想起我家的阳台能看见楼下，走到阳台去往下望，他不在楼下，那应该是回家了吧。结果一低头看到一条巨大的蛇尾正挂在楼下某户人家的阳台上，并且那个人没有关好落地窗。我赶紧拍照发在群里，提醒楼下的住户注意。606宝妈炸了，她认出阳台上挂着她儿子的口水巾。在群里一连串的轰炸语音中，她不停大喊，那是我家，你们快去救我的宝宝，家里只有我婆婆跟儿子在家，我婆婆怎么没关窗啊？群里鸦雀无声，大家心知肚明，这种情况如果回应就得去帮忙，而且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。宝妈疯狂艾特物业，物业那边装死。我于心不忍，提醒她赶紧打电话回家通知婆婆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等蛇自己离开。10分钟后，宝妈就通过群聊来加我了，她一口气打好几个视频通话给我，我都没接。眼下这个关头，人人自危，我也不想惹麻烦上身。宝妈理直气壮地要求我现在去她家查看情况，最好把她儿子跟婆婆带回我家，好好保护起来。别说现在不确定蛇的位置，不能贸然出门。就算楼道里没蛇，她家里的蛇又不知道走没走，我去了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原地等待才是最好的做法。更何况能提醒她，我已经仁至义尽。我狠下心不回。宝妈直接在业主群开始点我，908，你怎么不接我视频？你不会要见死不救吧？见矛盾转移，其他看热闹的住户跳出来批判我，消息瞬间刷屏。是啊，你既然看到了，你就要伸出援手啊！都是邻里邻居能帮一下是一次，人家606孤儿寡母的，908别太自私了，这群人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刚才还个个装哑巴，现在又当起好人了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对回去，说话的有一个算一个，你们怎么不去？我都提醒了多少次要关紧门窗，不要出门，他们自己不听，还要怪我。608605，一个隔壁，一个对门，你们怎么不去？就顺手的事，你们去呀！一时间话锋调转，608住户说自己不在家，605住户改口赞同我说的对。宝妈依旧急得不行，最新一条私聊我的消息已经开始低声下气求人了。妹妹，我孩子还不到1岁，求你帮帮我吧。她还把她婆婆给她拍摄的视频转发给我，孩子在视频里不停哭闹，整张脸都憋红了，看起来非常可怜。她婆婆踩在卧室的木地板上走来走去哄孩子。我急忙告诉她，蛇对震动很敏感，叫她不要再乱动了。宝妈得到我的回应后连连道谢，几分钟里发了10几个视频来，重复问我有没有蛇。后面她甚至提出要让她婆婆加我，开着视频让我帮她盯孩子。怎么会有人这么得寸进尺？我拒绝了她的要求，并且告诉她实在担心找物业和消防。话说消防为什么还没来？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。突然宝妈给我发消息，我婆婆被咬了，快去救救她。怎么会？我仔细观察过视频里拍到的门窗跟房间，绝对没有蛇的存在。宝妈带着哭腔发语音道歉，我婆婆说宝宝一直闹，我就想着反正蛇在房子里更不安全，让她抱着孩子跑去楼上找你。结果她一出去就被蛇咬了，要不是孩子无辜，我都想把她拉黑了。这不是自找死路吗？我婆婆还有呼吸呢，她拼尽全力抱着孩子爬回家了。我求你去救救她吧，你认识蛇，肯定知道怎么解毒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专业的医生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看来她只能寄希望于救护车。宝妈哭得更大声了，今天全市马拉松比赛到处封路，别说救护车了，连只苍蝇都进不来我们这条街。我说消防车怎么半天没来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，但为何偏偏是今天？
宝妈接着甩了一个视频通话的截屏过来，好大一条蛇的虚影，我果然没猜错。截屏上一闪而过的蛇，还有一双运动鞋。我有强烈的预感，这蛇绝对有人饲养，很有可能蛇就是受了他操控才来攻击住户。606的婆婆生死未卜，宝妈在群里持续发疯。物业那边终于有回应，606住户不要急，我们现在立刻派人去查看情况。奇怪的是，没多久就是我的门响了。我凑近猫眼，并没有看见人，但是敲门声还在持续不断。突然停了，我又听到了嘶嘶声，那是蛇爬行划过的声音。刚才是蛇在敲门，可蛇怎么会敲得这么有规律？正当我匪夷所思的时候，物业再度回应，经过确认，本楼有2条巨蟒，目前已成功抓捕1条。606住户，我们顺利送往医院。我们请来了专业捕蛇人员，将入户排查，请大家等会开门积极配合，还附上了一张抓住蛇的照片。之前摆烂装死的物业一下就支棱起来了，业主群齐刷刷的点赞，但刚刚还活跃发言的几户人家，这个时候反而不说话了。手机突然来电话，是李若一给我打的。我刚接听，门外响起更急促的敲门声，不过这次我确定是人，瞬间放松。对面的男人一边敲一边催开门，我是物业叫来抓蛇的，手握到门把。李若一隔着电话冲我大喊不要开门。我想透着猫眼确认男人的身份，发现猫眼好像被什么东西糊上，根本看不见。我在洗澡，稍等。我敷衍完门口的男人，小跑的进了房间。李若一给我谈了视频，他正在物业管理处门口。我疑惑他怎么还没回家。端午，我刚骑车到大门口，想让保安给我开一下门禁，就发现保安亭没人去找了物业，他们的门也是锁的。这不可能，物业不是一直在群里回复住户的消息吗？门口堵了好多车在排队，现在进不来也出不去，这意味着救护车跟消防车也进不来。物业在撒谎，难道蛇是物业放的？他们在贼喊抓贼。最近住户跟物业的关系确实比较紧张，很多人因为不满物业的服务态度而欠缴物业费，可他们也不至于利用蟒蛇害人吧？外面的男人叫得更凶了，我不由得发抖。他嚷嚷着再不配合我们就破门而入了。他还不止一个人，端午，所以你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也不要开门。李若一说的对，我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，只要熬过今天。突然玄关传来声响，请输入指纹，密码错误。这个声音反复响起，我的心七上八下，紧紧咬住嘴唇，不敢吭声。外面的人看我不回应，他迫不及待地要闯进来了。我单手捂嘴，去厨房抄起菜刀。606宝妈突然给我发消息，你怎么不开门啊？我跟物业就在你家外头。我心跳加快，感觉不寒而栗。现在肯定的是，联系我的绝不是他本人，不然按照他的习惯，早就在门口骂起来了。606宝妈估计也凶多吉少了。此时我确定他们是团伙作案，如果只有一个人，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这么多事的。我毫不犹豫地往群里发消息，别相信物业，不要开门。刚要发为什么，我就发现自己发不出消息了，我断网了。死女人，给我出来！门外的男人语气凶恶，他对我失去了耐心。我大着胆子问，你不是物业，你到底是谁？嘿嘿，来杀你的人。外面突然安静了，网络再次恢复。我惊讶地跌坐在沙发上，对方如此神通广大，简直无所不在。他甚至还可以操控我的手机。我断网前发出的那条消息让业主群再次沸腾。此时人心惶惶，业主们的情绪逐渐失控。1008的大哥点名喷我，908你少危言耸听了，物业不能信，那我们还能信谁？他是业主群的活跃分子，很喜欢牵头搞什么投票。今天组织这个联名投诉，明天组织那个物业上访。1008大哥，我提议大家都别听908的。群主直接把他踢出去，他一呼百应，群里马上有人跟风同意。真是群傻瓜，看不出来我是在救他们吗？1008这个大聪明，还让大家都别在家里待着了。1008大哥，大家都把门打开，等着物业排查，自己就可以自由出入了。他这样会害死人的。707住户突然发了几张图片，是个女人倒在楼道里，血肉模糊。有人认出来这就是606的宝妈，她果不其然出事了。707住户，我出去看了一眼，就发现她倒在那里，就赶紧跑回来了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听908的，不要出门，总算有明白人了。我松了一口气。1008大哥不信邪，他反复质问707住户，这是什么时候拍的？而且他质疑的照片是在抓到蛇前拍的。606早就不发言了，说不定现在物业早就处理完一切。707住户直接跟他在群里吵起来了。707住户，你一直叫我们下楼，你居心何在？是不是你放的蛇？1008大哥不甘示弱，你以为我跟你那个室友一样吗？我还怀疑是你养的呢，毕竟你那个房子以前养过蛇，有过前科。他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。这件事发生在半年前，还闹得很大。707住户之前是2个女孩合住，其中有一个爱养一些奇奇怪怪的宠物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养宠物的女孩搬走了，707就剩下一个女孩。有人就提了，会不会是女孩养的蛇回来报复了？我飞快打字，什么报复？蛇为什么要回来报复
707住户迅速回复，还不是1008缺德，搞什么投票逼我室友陈桥搬走。1008大哥发了个撇嘴的表情，投票又不是我一个人发起的，再说你也不是投了赞成票，蛇不记仇，但人可说不定。我更倾向于本人回来报复了。可我在电梯里碰到过那个姑娘，看起来很瘦弱，如果要在这么短时间害这么多人，哪怕有巨蟒也不可能没有痕迹。谁是他的帮手？707住户的照片是在7楼拍的，606宝妈没理由到7楼去。难道是707住户？可敲我门的分明是个男人，1008也有嫌疑了。我本来想问707更多细节，707住户却突然在群里发语音求救。蛇怎么会进来了？不要！接下来他又发了一段视频，很明显的偷拍角度，他拍到了巨蟒的真面目。如我所料，很大，腹部鼓鼓囊囊的，看起来刚刚饱餐一顿。707住户描述，还好我用公司端午节发的雄黄酒泼他，逃过一劫。我很好奇，门窗紧闭，这条巨蟒是怎么爬进他家的？707住户声称，可能是我开门出去，他偷偷溜进来的。反正他是从厕所爬出来的，我立马跑去厕所，抬头看向排气扇。蛇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，确实很有可能会从通风管道爬进家里。707住户拍了一箱雄黄酒的照片发在群里，问大家谁要。707住户，我亲测这酒真的有用，谁要？我可以送货上门，你们给我一个市场价就行。这么紧张的氛围下，他还卖起货了，大家半信半疑。707住户接着又甩出视频，是他往门缝里泼雄黄酒，巨蟒果真绕着走了，一大群人开始纷纷向他下单。我不相信雄黄酒有这么大的威力，但也不能直接点破，断人财路。况且巨蟒看起来已经吃饱了，应该不会再随便攻击人。我算算时间，消防队应该快到了。又过了半小时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707住户说他要按楼层配送，从最近的开始。我急忙拨打求救电话，却发现自己手机总是打不出去。心乱如麻之际，他莫名其妙地艾特我908，你不买一瓶吗？我随手回复不用。707住户似乎不死心，你买吧，早晚能用到的。我沉浸在求救电话打不出去的焦急当中，对他的雄黄酒压根不感兴趣。他甚至跑来加我私聊，我忽略他的消息，在群里问起来，你们谁能打一下求救电话，问问怎么还没人来。结果一排的人都说自己打不出去电话。原来不止我一个人，整栋楼乃至全小区的通讯都被切断了。灵机一动，我想起李若一在小区外头，我给他发消息，依，快打求救电话问问他们还有多久到。李若一却回我，等着我马上进楼救你。他疯了，我没叫他过来呀。我在心里暗骂了好几句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网又断了。要是放着李若一不管，我感觉他必死无疑。我跟他10几年的感情，他帮我骂过小三，打过渣男，还替我揍过无良钱老板。要不是他，我也不能顺利找到新工作。我不能让他因为救我而出事。我通过了707的好友申请，要2瓶速来。现在我不确定李若一在哪，只好不停刷新网络，反复给他发消息。网通的间隙，消息发出去了。我让他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马上去接他。李若一回了，端午，我走楼梯来找你，我现在爬到6楼了，正好我可以顺路去拿707卖的雄黄酒。我就准备给707发消息告诉他，我上门自取。他像是预判一样，提前给我发了消息。707住户，你别出门，我快到9楼了，等等。他怎么知道我要出门？李若一怕黑，一直给我发语音，让我快来。我挣扎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先去找李若一，让707把酒放在门口就行。当我鼓起勇气出门，走廊里残留令人作呕的腥臭，我甚至都不敢往旁边看，生怕看到什么残忍的画面。握刀的手都在发颤，我强装镇定地冲进楼梯，快速下楼，同时在心里祈祷自己千万不要碰到巨蟒。快下到7楼的时候，李若一又给我发消息了。李若一，端午，我在6楼看到蛇了，你别下来。呜呜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端午，你记得逢年过节给我多烧点钱。我的大脑就开始疯狂地想对策，恨不得飞到他身边。这个傻瓜怎么会这么倒霉？我双手颤抖地给他发语音，别怕，我会救你。其实我也没把握，只能姑且一试了。我用菜刀敲楼梯的金属把手，这个响声回荡在整个楼梯里。巨蟒可以感受到这波震动，它一定会朝我这边爬。等它爬起来，我就一刀劈死它，这样李若一就能暂时安全了。果然，我又听见那熟悉的嘶嘶声了。李若一给我发语音，语气激动，端午，蛇好像走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它移动得很快，没有给我犹豫的时间。我跟那条巨蟒正面相遇了，爷爷教过我打蛇打7寸，就算再大的蛇也有弱点，只是我没有想过它会这么大。从图片和视频看到的感觉截然不同，用肉眼凝视它的那双眼睛，我有些退缩，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。我咬牙按照爷爷教我的法子，先不停拿晾衣杆敲金属把手，扰乱蛇的定位，然后在它扑上来的瞬间，我挥刀砍了下去。它的血溅到墙上，我吓得跌坐在地上。巨蟒没了声息，来不及恐惧，我爬起来就往李若一所在的6楼跑。
可是等我到了6楼，李若一根本不在6楼的楼梯间。我找遍了整个6楼，他都不在。给他发消息，他也不回。难道我被骗了？不是他给我发的消息，是有人故意要把我引出家门害我。我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却听到说话的声音，是一对男女，他们正在往我这边走过来。男的有些耳熟，好像在哪听过。女的一直在骂他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一个女的都抓不到。他们在说谁？这个男的我听出来了，是冒充物业的那个家伙。那他旁边的女的就是指挥他的同伙，也就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他们有2个人，还有一条蛇。我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。当我正准备从另一边的楼梯间下到1楼时，抬头却看见了令人惊悚的一幕：7楼角落躺着一个面目全非的女人，紧紧怀抱一个没了呼吸的婴儿，有条巨蟒盘踞其中，贪婪地啃食血肉。我强忍着上饭的恶心，手起刀落结果了他，然后一口气跑下楼，还不停给李若一发消息，让他也往1楼跑。当我跑到1楼，却惊奇地发现1楼的大门锁住了，任凭我怎么刷门禁都打不开。嘶嘶，回过头，没有巨蟒，是个跛脚的男人，他手里放着蛇的录音。我认识他，他是这个小区的保安李祖文。可是他早在3个月前就应该被辞退了，原因是私闯业主的房子，用别人家的厕所洗澡，被业主发现，差点闹到派出所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屡次被其他业主投诉。当时我跟李若一听到这些事都很意外，但我印象里他人很有礼貌，每次李若一来找我，他都会帮忙刷门禁。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夏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他还有时间跟我寒暄，似乎并没有想对我做什么。我紧贴玻璃门，拿着菜刀指着他，你别过来。李祖文笑了笑，眼底却冷漠骇人。夏小姐，我也不想的，谁让你们做的这么绝，一条活路都不给我留，你为什么要操纵巨蟒害人，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？李祖文冷哼一声，我给这群业主当牛做马这么久，不就是因为用厕所洗了个澡，他们就害我没了工作？你知道我找到一份工作有多不容易吗？这不是害人的理由。我朋友呢？他人在哪？是不是你的同伙抓了他？他们在哪？我在心里祈祷李若一没事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他。李祖文向我逼近，我扯着嗓子喊让他别过来。在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，李祖文迅速冲向我，把刀夺了过去。他力气大得吓人，单手就可以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李祖文嘴里振振有词，他让我把他留给你，但是夏小姐念在你对我平时还不错，就由我给你一个痛快，免得你还要落在他手里受折磨。啪！李祖文被酒瓶砸得头破血流，倒在旁边。是707的住户，他来救我了。小姑娘看着身材瘦弱，没想到下手这么狠。我满脸恍惚，还在劫后余生的感觉里出不来。谢谢，我一开始还怀疑过他跟李祖文是同伙。707摇了摇头，他二话不说，捡起身旁的菜刀往回走。我叫住他，楼里还可能有他的同伙，很危险，你不能去。他突然发出大笑，这声音是我才注意到他脚上的鞋是猫眼里一闪而过的那双，他的裤脚上还残留血污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被你们集体投票赶走的707原住户杨春雪。我戒备地盯着他上下打量，在我记忆里他不长这样。杨春雪感受到我的视线，他摸了摸他的脸，像吧？为了给我西西跟花花报仇，我故意整成廖婷的模样，在这栋楼里住了3个月，你们谁都没发现换人了。我越听越感觉毛骨悚然。那廖婷？杨春雪理所应当的回答，她当然死了呀，她早该死了。要不是她多嘴跟物业说我养宠物，还把我的花花放出去，我的花花怎么会被606那个老太婆炖了？我好像有点印象。她口中的花花是条无毒的宠物蛇，她还在小区里张贴过告示，没想到是被606那家的老太太拿回去炖了。杨春雪越说越激动，她吃了我的花花，她还要发在朋友圈里炫耀，说好补啊，怪不得第一个出事的是606。那我对门那个女孩呢？我现在回忆她的惨叫，还觉得可怕。杨春雪无所谓的撇了撇嘴，你说907啊？要怪就怪她倒霉，自己要跑出来送死，因为我想害的是你呀。她怎么会如此心狠手辣？我印象里她就是不太爱说话，但是每次坐电梯还会帮忙按住。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还杀了谁？其实她不说我已经猜到了。1008那位大哥主持过投票，肯定也难逃一劫。杨春雪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她主动解释，我可不是因为1008主持投票才杀了他，准确来说不单单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他太恶心了，他一直骚扰我，疯狂地向我表白，我讨厌他那双恶心的咸猪手每次都要摸我到7楼，他还一路跟我到门口，他吼出了他的愤怒。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杨春雪发出尖锐的笑声，我报警了，结果换来的就是他把我赶走，我无家可归了，他害所有人都有理由，那我呢？我跟他无冤无仇。在把他赶出去那个投票时，我选的是弃权，我怎么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害我，而且看起来他最恨我。你为什么那么恨我？杨春雪痛苦地冲我咆哮，你为什么不救西西？为什么？西西？他走近我，西西跟花花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花花被吃掉我已经很难过了。
那天廖婷还把我的宝贝西西丢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抱起来她，任由她被车撞死？被车撞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他说的西西是那只蜥蜴，我那天在路旁等李若一来接我，一只蜥蜴从天而降，我就往旁边躲了躲，他就爬到马路中间了。后面的事我根本不记得，更何况我怕蜥蜴啊！杨春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无法自拔，她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，默念她养过的那些宠物的名字。我准备偷袭她的时候，杨春雪猛然抬头。不过没关系了，你也马上要失去最重要的朋友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朋友李若一在哪？杨春雪摇头，不知道，反正她流了好多血啊！这个女人疯了！我扑向她，杨春雪手里的刀被甩出去。李若一到底在哪？杨春雪不停地在笑，那笑容很瘆人。我完全被她激怒了，双手不由得用力。此时一个声音将我的理智唤醒：端午，我来救你了，是李若一，她没事。她带着消防员和警察赶到。杨春雪趁我愣神，从口袋里抽出美工刀，想要扎我的大动脉，结果被警察打中手臂，倒了下去。真相大白，杨春雪和李祖文涉嫌谋杀被带走。这场复仇长达半年。杨春雪先后在大楼里安装了很多屏蔽器，并且潜入业主群后，给她的报复对象安装了控制软件。她想让我们看到什么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。李祖文被辞退也是他的手笔，他趁机鼓动李祖文一起参与计划。李祖文利用物业的同事篡改监控，安插门禁控制器，还对物业经理实施了报复，拿走了他的手机。还好李若一听我的离开小区，并第一时间去找人救我们，不然我真的有可能会中了他的圈套。杨春雪是故意引诱我伤害他，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反击。小区发生这种事后，业主们纷纷决定更换物业公司，但我决定搬家了，我要去跟李若一一起住。警察调查时问起我对杨春雪之前的印象，我都老实回答了。他向我提供了一些群聊的记录，里面都是对杨春雪的恶毒攻击。那女孩可阴郁了，她不光养蛇蜘蛛，还有蜥蜴，我可不想跟这种人住在一栋楼。投票，我们把她赶出去。警察分析，这些很有可能就是推动她走向极端的原因。我听了很唏嘘，但这不是她作恶的理由。她将要面临的是法律的制裁，而我在新小区里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这场噩梦终将结束。